真的啊，就在国外待的越久，就对这大羊圈还有洋鬼子祛魅的越彻底。我这现在半夜3点半，我这搬家带孩子的，我睡不着，你看我满眼红血丝，为啥？信息过载了。哎呀，这几天呢，我身边发生了好多之前我只能在新闻上看到的事儿。先来2道开胃小菜，就他们老外的 starters。这不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吗？那出现报复资本主义社会的了。就我家楼下最近啊，出现了好多划车的事儿。那邻居车给划了好几遍，人急眼了。那老外公共场合好多都没有摄像头，为啥没有摄像头？哎，尊重隐私放个屁！一个是基础建设不行，再一个不得往里哐哐砸钱吗？另一个事儿，我们最近不是搬家吗？秃子有个同事啊，也要搬家，还跟我们说要借下梯子、借下箱子啥的。秃子那天碰到他了，就问他啥时候要用，结果那同事说不用了，他遭到诈骗了。咋回事啊？那搞诈骗的也是个人才，他租了个民宿，把人家民宿的家具全搬空了，然后他对外再把这个民宿打着出租的名义，就招租客嘛。那来看房子的，哎，想租房子的，看这房子租金又便宜，地段又好，就想租啊。你租你就得交押金呢，他就收了好多人的押金，哎，收够了之后，人就卷钱跑路了。报警一查，就那骗子的账户啊，是拿上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证开的。你租房子不得写合同，你得把身份证信息啥的都给人家吧。你瞅瞅这帮洋鬼子啊，天天不能手机支付，不能人脸识别，没有安全感，放屁！你叫人骗子哭都没地方哭。你瞅瞅这押金叫人骗走了不说，身份信息全在人手里，人家弄点啥你都不知道，违法犯罪就你顶名。你到这儿啊 ，starters 完了，你咱接着讲main dish，不是main dishes。第一道菜啊，就是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奥地利哥们儿，那小伙儿吧，他之前不说瘦成马猴吧，但他好歹不胖。我这回国半年没见着他，那天在街上见到了，妈呀，那胖弱2人呐！你看咱正常人啊，就脑瓜子跟身子中间有一轱辘，他没有了，他胖的跟火腿肠似的。而且我半年多之前见他，他还没这样呢，这半年能胖了20-30公斤。我就问他咋回事啊，他就跟我说他心情不好，他最好的朋友在他面前嘎了。但他发小吧，我还见过，性格挺老实一个人，家里2孩子，媳妇儿不上班，就靠他一个人养。就咋没的啊？他跟他的发小约着2人见面，但他发小有高血压，他就觉得自己年轻30来岁，就不吃药。点寸呢，2人刚一见面，他那发小咣当就躺地上了，赶紧拉医院去，一查血管炸了，脑出血了。你在床上昏迷躺了1个月，你最后还是没了。哎，他给我讲的时候，那冲击感给我震撼着呀！因为咱们在认识人的时候，从来不会想着分离，但命运就是这么无常啊，说分就分，说离就离呀。而且咱们想的可能是这些人是咱们生命当中的过客，但没想到他直接过去了呀。接着讲压轴的最炸裂的呢，3观都给我击得粉碎。秃子当时不想给我讲，我还使劲撵着腚钩子让他给我讲，真的后老悔了。秃子啊，他有一发小，算是结婚早的了，有一孩子，一个儿子。他们夫妻2口子吧，在家那小男孩见过几回，那小男孩挺可爱的，金发碧眼的。他那发小啊，要跟他爹，就孩子他爷爷断绝关系。那小老头我还见过呢。老外精神病多啊，你说断绝关系，那就指定是有谁作妖闹精神病的事儿了呗。我就追着秃子问咋回事啊，咋回事啊？真是鸟为食亡的，人为八卦死。我后老悔了，我干啥要追着他问呢？你秃子逼没招了，给我讲，哎呀，倒带，我不想听，不想回到当初，我不想听，回到当初亲羊嘴的时候，羊嘴就不该亲。咋回事啊？就那老头还是他爷爷对他孙儿动手了，你真的是动手了，老变态。哎呦，以前就在那新闻上看奥地利就好出这事儿，爹把闺女关地下室，使劲生孩子。哎，这给我冲击的啊！以前的2维新闻咔嚓一下走进生活，变成3维立体的了。那几个字犯罪嫌疑人本来就一飘而过，现在可好了，那老变态的音容笑貌我都记得可清楚了。咋回事啊？就那小男孩7、8岁了，他大了好奇，孩子早熟，问他爷爷咋回事，结果他爷爷就直接给他现场展示了。2口子报的警，然后找到儿童保护组织，那警察也挠头啊，这老头年纪大，70多了，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另外一个这是家庭内部的事儿，你说起诉吧也怪尴尬。那警察只能给他限制令，就打今天起他不能再靠近他孙儿，学校和辅导班也都知道了，这老头不能出现在他们附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那上新闻的是真的出现在自己身边，真的受不了，冲击力太大了。